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谭健次造型出圈，金丝眼镜配正装。网友：这不是我的体制内男友。2025年4月7日，滤镜主创研讨会现场，谭健次一身剪裁利落的黑色正装亮相，金丝眼镜架在高挺的鼻梁上，指尖轻点发言稿。开口便是关于角色内核与真实自我的博弈关系，这画面瞬间点燃热搜，网友直呼救命！小说里低调禁欲的科研教授，年轻厅级干部从此有了脸。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明星营业，没有浮夸造型，没有剧本式笑容，谭健次全程逻辑缜密。从剧中滤镜手镯的隐喻谈到现代人的身份焦虑，甚至引用心理学概念自我客体化，剖析角色如何从被惊吓的直男蜕变为接纳真实的守护者。台下观众屏息记录，弹幕疯狂刷屏，第一次听明星开会不犯困，这知识储备是娱乐圈在逃博士吧？从唐琪到谭健次，一场关于真实的行为艺术。研讨会上最戳人的是他对角色唐琪的解读，他最初对苏成成变身的恐惧，本质是对失控的抗拒。但当爱情超越皮箱，他学会用触碰代替眼睛，用真心穿透滤镜。这话何尝不是谭健次的自我投射？滤镜拍摄期间，他被羊驼飞踹、雷劈爆炸头等荒诞剧情折磨到崩溃，却硬生生把唐琪演出了层次，从西装革履的精英律师到被超能力女友吓到瞳孔地震的喜剧人，再到最后单膝跪的闭眼亲吻虚无的深情男友。网友辣评：别人演戏靠剧本，谭健次像在搞行为艺术，把真实反应焊死在角色里。而今天的研讨会，他再次把这种真实感带到现实。当被问及如何看待明星滤镜时，他扶了扶眼镜，轻笑：角色需要滤镜，但生活需要祛魅。就像唐琪爱的从来不是苏淼或方瑾，而是那个敢素颜吃泡面的苏成成。台下掌声雷动，这句话也悄然击中屏幕前无数为容貌焦虑所困的年轻人。智性恋狂欢，为什么我们沉迷体制内男友人设？谭健次的爆火绝非偶然。研讨会上，他精准踩中了当代年轻人的3大痛点：反油腻审美。当娱乐圈盛行腹肌映照时，他选择用正装包裹力量感，用知识输出替代油腻情话。正如网友所言，帅而不自知的人设已过时，帅而清醒才是新顶配。情绪价值拉满，发言中他多次强调真实关系需要脆弱感，这种不完美却真诚的姿态，恰恰呼应了滤镜中唐琪面对隐身女友时的手足无措、笨拙但动人。慕强心理投射，从猎罪图鉴的画像专家到滤镜的精英律师，谭健次始终演绎高质感角色。而现实中的他，在研讨会用学术语言解构娱乐议题，无形中满足了观众对智性恋的终极幻想。悬疑留白，他的真实会是下一层滤镜吗？然而，这场体制内男友的完美形象下，是否藏着另一重隐喻？就像滤镜中苏成成的手镯，越是追求真实，越可能陷入新的伪装。这戏剧性的一幕，让人想起滤镜大结局，当苏成成褪去所有变身，唐琪依然紧握他的手说：我爱的从来不是被修饰的你。或许谭健次正在用一场研讨会完成现实版祛魅实验，用专业素养打破颜值滤镜，再用幽默感消解知识崇拜。至于真相，观众早已不在乎，他们只想在这场高干文照进现实的狂欢中短暂逃离琐碎日常，相信世上真有智性恋天花板存在。